各位朋友，连续5年的时间，在好莱坞每一个夜店表演之后，最后的结局，在那一天晚上，10号高速公路前面完完全全看不到任何的未来，全部都是黑的，没有一点点的路灯，上面全部黑的天空，只有闪闪烁烁很多很多的星星在上面。在那条路上，我只能看到前面的10公尺，10公尺。当我一边开车，一边听这首歌《I Got a Name》，慢慢的告诉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：从洛杉矶开车到纽约，你不需要一眼就看到纽约，你只要负责一件事情，把你的车子从那个安逸的车库里面开出来。因为当你开出来的时候，路就会在你的面前每10公尺10公尺都为你打开，你不要担心。如果我没有开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就算旁边站的是王永庆，站的是马云，站的是比尔盖茨，他们想帮助我都不知道如何帮助我。但是当你自己知道方向的时候，这些贵人就会一位一个一个的在你生命中出现，帮着你。就算你走错路了，出去走了一个错误的交流道，再绕回来，都会慢慢终究回到休斯顿，走到纽约。我亲身走过这条路，我今天站在这边，把我亲身走过的经验跟你分享。我想告诉你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只要负责一个动作，就是把你的车子从那个安逸的车库里面开出来。开出来之后，其他的我可以100%的跟你保证，10公尺10公尺10公尺，那个路就会为你而打开。各位朋友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很艰难的一个决定，对我而言也是一样。当我回到休斯顿的时候，我回到太空总署太空梭的办公室里面，我把我的辞呈交给我的主管。我还记得在我递辞呈的前3天，我还得到了太空总署颁给我最佳优异表现奖。我把这个辞呈递给了我的主管，我从房间里面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，我还记得这一幕很清楚。坐在我对面有2个黑人，头是那种 afro， 就是那种蓬炸头的 afro。那是早上7点半的时候，他们手上拿着咖啡。我们最后半个小时，大家都把每一天的今天的工作记录全部写下来。写下来之后，我们8点钟交给下一个班。我们在7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就几个人坐在栏杆上。我记得 Charlie 那个头疯疯的，他嘴巴厚厚的，那跟我说 ：“Hey David, yeah, I heard you're quitting。”他说他听说你要辞职了。我说 Yeah。他说 What are you gonna do？ 他说你要做什么？我那个时候不瞒你说，我也走在一个非常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冒出一句话 ：“I'm going to Hollywood and do my music。”我说我要去好莱坞去做我的音乐。那个黑人听了，2、3个黑人，还有一个白人坐在那边，2个人拿着哈哈哈哈在那边大笑。David, you are either stupid or crazy or both。他讲的那句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他对着我说 ：“David， 你是一者发疯了，还是笨蛋，还是
两者都是。这句话40多年了，永远落在我的心头上。的确，那一天我递完我的辞呈之后，我离开了太空总署，我就开始打包，我眼泪一直不停的流，因为 Jeanette 我的女朋友也找不到，打了多少次的电话也没有人接电话，完完全全失去联络。我回到我的房子，把所有的器材，我的钢琴，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黑色的钢琴，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 U-Haul， 就是那种拖车的自己搬家那个货车放在里面，就把这个 U-Haul 铁链锁在我的小小的福特的车子，准备拖着我的这些家当就去洛杉矶了。当我辞职的时候，我最爱我的几个姐姐全部都认为我发疯了。但是我知道5年之后，那个太空总署的工作不会是属于我的，那不是我要的。我在那边，就算我有最好最好的机会，但是如果我的心不在那边，我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不会成为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太空总署的人，因为我的心不在那边。但是如果我去做一件我最爱的工作，我24小时我都不会感觉累，我会想尽各种办法克服各种问题，我都愿意。也有很多时候，朋友会问我一个问题 ：David， 你有没有后悔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现在或是你当年没有离开太空总署的话，你现在或许会有什么成就？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，如果我在太空总署，我是保送进到太空总署的，我是高中的时候就被太空总署培训的，因为那些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工作，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应征去的。我在高2、高3的时候，我2年就被太空总署每个礼拜4送到太空总署，从小就培训。到了我18岁那一年，刚刚生日，9月过了生日，他们就自动打电话来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兴趣来这边上班？”如果我今天还待在太空总署，当年做太空梭的工作叫做洛基马丁 （Lockheed）， 大家可能都知道。现在的所有的飞机 F-16、萨德飞弹，全部都是洛基马丁公司的产品。我可能是一个大的军火商，也可能是一个可能在太空总署已经搞到飞上月球 ，I don't know， 我不可能知道。但是我可以很确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如果我仍然留在太空总署的话，我绝对我的心不在那边。就像以前老板一不在的时候，我在太空舱里面，在那个 cockpit， 老板一走了，我把门关起来，我就带着我的小的 keyboard 开始编我的曲子，然后周末我就出去跟我的乐团到处表演。我深深知道一个道理：如果我仍然留在太空总署，我不可能做到最棒。I will not be the best。我不可能有多少的成就，我只是一个混过日子的人。但是，当我走到洛杉矶的时候，我完全变到另外一个人。我24小时都拼命的去做，纵然人家甩我一巴掌，把我的音乐丢回去，我都还会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。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。各位朋友，我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点的遗憾。回答这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很确切的告诉你，我当时离开是因为我知道
我留下来，我的心不在那边。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，我住在 Normandy 这个大道旁边。如果你对洛杉矶熟的话， Normandy 那大道就是当时黑人暴动的地方，是很多贫困，就是我们叫做 ghetto， 就是贫民区的地方。我跟大概15个 roommate 室友一起住在那个大的老房子，100多年的老房子里面。我只住在里面的一个小房间。突然之间，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女生爬到我的房间里面来，她已经醉醺醺的。她一边在抽她的烟，然后已经喝了很多啤酒，然后躺在我的房间的一个角落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她说：“哇，这种温馨的感觉好棒哦 ，feel so good， 感觉好舒服，好 cozy， 好舒适的感觉。”她最后讲了一句话 ：“Except when you find out it's already too late。”她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那是在我19岁那一年，相距到现在已经快45年了，我依然那句话落在我心头上。Coziness 很温馨，很安逸，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，但是它会让我们颓废。那个稳定的 paycheck， 那个稳定的薪水很棒，每个月的月底都固定的会汇到账户里面，好棒。Yes， 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 ，it's already too late， 已经太晚了。那个女孩子那天晚上讲的话，45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。在下来几年，我陆陆续续在洛杉矶开始工作。我自己在我的车库里面盖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录音室。我记得我跟我们的乐团在晚上到一些附近的地毯店，这些店呢都会把他们当天换的地毯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去。我们呢就跳到那个大的垃圾桶里面，把这些破碎的地毯全部又拖出来，把那些脏的部分用刀片割掉，然后把剩下的干净的部分就拿回家，挂在车库上，钉了厚厚的10层的地毯，厚厚的隔音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组团，在我们的车库里面开始练乐团，然后到处开始去表演。在这个过程，那1-2年的时间，我也没被邻居拨电话给警察，说我们干扰邻居，因为我们的乐团声音太大声了，连续的好几次。最后我们的房东终于要把我们赶走了。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里面，我们也去到每一个夜店里面去表演。在休斯顿表演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赚钱，但是到了洛杉矶来表演的时候，是完完全全赚不到钱的。因为随便一个餐厅的服务生或是加油的小弟，他们都是在音乐的都是个高手，每一个人都在那边，都是全世界最精英的，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在夜店里面表演，只要能争取到一个机会，我们就想办法去表演。然后在表演的前1个月，我们自己印了大的海报，然后到每个地方把它贴起来，然后希望我们能创造更多的人来看，有更多的粉丝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希望更多的媒体然后来采访等等的。我还记得我的海报把贴满了整个墙壁，在日落大道跟好莱坞大道上面，旁边的海报是 Motley Crue 跟 Iron Butterfly，
这些都是一些重金属乐团，全部都跟我们的海报贴在所有的大马路上的墙壁上。这些海报现在都还在留在我们的储藏室里面。我有的时候会带我的女儿走到储藏室里面去看，这些都是爸爸当年在每一个地方表演的海报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表演到最后有任何成绩单吗？有真的发酵了？有任何事情从这个地方发出来吗？别人有，对我一点都没有任何发酵，也没有任何人因为看到我们的表演而跟我们签约。每一次出去表演都带了好高的期待，甚至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了一个夜店叫 Troubadour。Troubadour 你们可能都知道 Elton John、Rod Stewart 这些人当时开起来的时候都在 Troubadour 表演。我也超兴奋的，终于有一个人 Troubadour 老板给我这个机会。那他当时派了一个助理，他听了一下我们的作品，然后又知道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，从 Madam Wong， 从 Blah Blah Cafe， 从 Candlelight， 你能想象的洛杉矶的每一个夜店我们都表演透了。所以他看了我们所有资料之后，他说 OK David， 这个日期给你。我们好兴奋，我那一天回到家超级的兴奋，终于有一个名店愿意让我们进去表演。我们开始每天在车库里面彩排练习。但是仔细看了那个日期，发现有个严重的问题，那一天是感恩节的晚上。各位朋友，感恩节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人的除夕，没有人出来去看表演的，大家都在家里面吃团圆饭。所以那一天的晚上，我们表演也不能取消表演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在台上有6个人，台下只有3个人，一个是酒保在那边调酒的，另外一个是警卫，另外是一个我的朋友在那边看我。我们台下只有3个人，台上有6个人。那一天晚上表演完了之后，每一个乐手把我骂得一塌糊涂。当然在表演之前，当我们发现那一天是感恩节的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事情严重了。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跟你分享一个最大的关键。你如果问我说，这么多的表演走过了这些路，有任何一件事情发酵吗？有任何人来跟我们签约，后来提拔我们？答案是 no， 一个都没有。但是我却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当你表演完了这么多场之后，那个舞台已经是属于我的了。当我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，前面的麦克风、钢琴，任何东西是我在玩那个舞台，玩那些麦克风，玩那个我的键盘、我的 keyboard、我的钢琴，而不是被这些麦克风来玩我。你可能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，允许我30秒钟跟你解释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，他很有才华的，在台北的东区的一个地方叫华纳维秀那边表演。他邀请我去看他表演。我看完了之后，他很兴奋的跑来问我，李先生，你对我们的表演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说 You are not ready yet， 你还没有准备够。他说为什么？我已经表演了这么多了。我说因为你没有睡在球场上。你们都知道认识那个林书豪那位篮球 NBA 的球员。林书豪他天天就睡在篮球场旁边，他吃饭睡觉都在篮球场旁边，他根本拿起球来
管他站在任何角度，他丢出的每一个动作，你就知道他已经成熟了。但是我对那个年轻的朋友说，当你站在那个舞台上，当我看到你的麦克风的线出了杂音的时候，你已经慌成一团乱。我看到你的钢琴的踏板没有接好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你一团乱。你已经告诉我，你还没有准备好。因为当你如果可以每天晚上是睡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你的应变已经就不是那个样子了。各位朋友，连续5年的时间，在好莱坞每一个夜店表演之后，最后的结局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我签约。有很多的经纪公司经纪人来跟我谈了也后来又解约，合作了，结果也没任何的成果。但是这些年来，却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。经过了这些这么上百场的演出之后，那个舞台已经是我的了。我走到任何一个舞台上，都像是走到自己家一样的自如。当我拿到麦克风的时候，我也感觉一样的自如。人家在旁边看的人，连你开口不用唱，他们都已经知道你已经 ready， 你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就是最大的差别。